你相信嗎？被打殘了4年的烏克蘭，他的反攻竟是在1700公里外的俄羅斯腹地炸響的。1700公里是什麼概念？這相當於撕碎了俄軍的後方防線。俄羅斯近1/4的領土以及整整70%的人口，現在全部暴露在烏克蘭的准星之下。澤連斯基甚至公開攤牌，烏軍打擊半徑已穩穩突破1500公里。很多人想不通，一個軍工體系早該癱瘓的國家，是怎麼完成這恐怖的基因進化的？而這些從廢墟中鑽出來的神秘武器，究竟是北約的秘密代打，還是烏克蘭自己憋出的大殺招？他們又是如何躲過层层防空網，完成着跨越千里的致命一擊？今天我們就来深度拆解這些長了翅膀的死神是如何改寫俄烏戰局的。在聊這件事情之前，我們不妨先看看烏克蘭的黑歷史。你以為烏克蘭的遠程打擊從第一天起就這麼神嗎？其實就在1-2年前，烏克蘭的遠程反攻在很多人眼裡那簡直就是行为藝術表演。比如2023年，烏克蘭想要炸毀图阿普西炼油廠，這個煉油廠可是俄軍在黑海的充電寶，結果俄軍在煉油廠周圍布下密不透風的電子迷霧，電子戰系統一開，烏軍的無人機瞬間瞎了，原本指向金流塔的坐標直接被 GPS 誘騙信號帶到了幾公里外的荒地裡。俄軍官兵甚至在網上嘲笑烏克蘭送來的不是炸彈，而是給工地送來的廢鐵。那時候的烏克蘭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越努力越心酸。但烏克蘭人狠就狠在他們特別固執，也特別能交學費。每一次失敗的殘骸都被他們運回地下的實驗室反覆研究。俄軍的雷達頻率和干擾模式在幾百個日夜的努力下被烏軍勘破。雖然之後網絡上也有消息傳出圖阿普西煉油廠被烏軍擊中發生火災，但對此俄方依然嘴硬，是煉油廠本身出了故障。於是在2026年的春季戰場上，烏軍帶着全新的遠程打擊系統，光明正大的給世界證明他們有這個實力。4月25日，俄烏前線發生了件大事，叶卡捷琳堡被烏克蘭無人機打了。很多人可能对這地方沒概念，但把地圖攤開一看就明白了。葉卡捷琳堡位於烏拉爾山脈東側，亞洲和歐洲的分界線上，距離前線超過1700公里。在俄羅斯人的認知裡，這裡就是安全的代名詞。甚至在2戰時期，德軍都打到莫斯科臉上了，葉卡捷琳堡還是一片風平浪靜。可誰能想到，80年後，這塊避風港被幾架烏克蘭無人機給捅穿了。這也是這裡的居民自2022年戰爭爆發以來，頭一回在自家門口聞到火藥味。當地官員稱，自4月初以來，葉卡捷琳堡頻繁被烏無人機騷擾，當地的國際機場因此5度暫停運作。這邊俄軍還沒從烏軍突然暴漲的遠程打擊能力下回過神來，那邊圖阿普西煉油廠就炸了。沒錯，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烏克蘭久攻不下的煉油廠。根據當時的戰報，烏軍一口氣放出了超過100架遠程自殺式無人機。那是怎樣一個畫面？雷達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亮點，就像捅了馬蜂窩一樣。俄軍的防空系統，包括被吹得神乎其神的鎧甲 S1 和 S400 都沒攔住。雖然他們都在瘋狂開火，但這就像用大炮打蚊子，你攔得住10個，攔得住100個嗎？結果大家看到了，圖阿普西煉油廠瞬間變成了巨大的火盆。由於襲擊太猛，煉油廠的核心設備價值數億美元的分流塔直接被打穿，高達數千度的烈焰直衝雲霄。火光之下還出現了極其詭異的場景，原油在高溫下瞬間氣化，被拋向高空，再遇冷凝結，當地竟然下起了墨綠色的黏糊糊的油雨。這場襲擊的成功好像在告訴烏克蘭，只要數量夠多，路子夠野，俄羅斯那些被重兵把守的戰略目標其實就是一塊塊擺在案板上的肥肉。於是5月4日到5日夜間，切波克薩雷斯市境內從烏克蘭方向打來的火球再度照亮了伏爾加河。切波克薩雷屬於俄羅斯圖瓦什共和國，距離俄烏前線有1500多公里。如果按照正常人的車速，不眠不休，起碼要開1天1夜。這裡的居民從沒想過戰火會燒到這裡來。當然，烏軍的目標從來都不是平民。雖然當時整座城市被引擎咆哮聲包圍，但烏克蘭導彈的真正目標是位於城市西北角的全俄無線電工程研究。全俄無線電工程研究所聽名字挺低調，但在懂行的眼裡，這地兒就是俄軍精密武器的配境中心。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導彈無人機想打得準，全靠衛星導航。俄軍用的是自家的格洛納斯系統，可問題是，現代戰場中到處都是電子干擾，而這個研究所幹的活就是研發生產抗干擾接收器和導航天線。
簡單說，俄軍的伊斯坎德爾導彈、蘇35戰機，甚至是在前線飛的各種高端自殺無人機，如果沒有這個廠子產的零件，那就是個近視眼、老花眼。導彈是飛出去了，至於打到哪兒了，你別管。於是，這麼重要的研究所，在5月4日那個凌晨，收到了來自烏克蘭的價值1000金的導彈拆遷快遞。這時候，很多朋友就好奇了，那是導彈，不是別的東西。1000多公里的距離，值夜班的俄軍防空兵難道在刷短視頻沒注意到嗎？這也完全不能怪防空兵，因為火烈鳥巡航導彈路子太野了，它沒有大搖大擺走直線，而是像個在深夜前行的特種兵，利用河谷和丘陵的陰影，在敵人看不到的角落玩命狂奔。當切伯克薩雷的雷達發現它時，它距離研究所的大門只剩最後幾公里的衝刺了，於是就砰的一聲，火烈鳥那龐大身軀精準地砸進了研究所的核心生產車間。現場畫面顯示，研究所車間的棚頂被橘紅色的火球掀到了半空中，連帶着精密電子生產線、昂貴的数控機床，還有俄軍積攒了數月的核心組件，全都在這團上千度的高溫裡化成了鐵水。沒了這個研究所產的抗干擾組件，俄軍那些造價1000萬美元的導彈飛出去，可能真就成了大號炮仗。隨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也在官方 Telegram 頻道上確認了這一消息，火烈鳥再立戰果。看到這兒，不少俄粉都坐不住了。烏克蘭之前明明只是一個炸得快沒電的國家，怎麼突然搞出了戰力這麼瘋狂的巡航導彈？那我們的視角就不得不回到1年前，看看這款長翅膀的死神 FP5 火烈鳥是怎樣震撼俄軍的。雖然在這次突襲全俄無線電工程研究所，火烈鳥只飛了1000多公里，但根據軍事愛好者推測的消息，它的理論最大射程有3000公里。美軍的主力戰斧巡航導彈射程也就2500公里左右，這當然有誇張的成分，不過也足以看出這只火烈鳥很不一般。它飛得遠就算了，關鍵還是個重錘手。在切伯克薩雷研究所那種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築面前，這玩意兒就是一顆巨大的破牆錘，一發下去，整個車間就得重新裝修，直接推倒重蓋的那種。是個本事硬的大塊頭就算了，它的制導方式更是狡猾的像個狐狸。試想一下，1500公里的長途奔袭，中間要經過無數個俄軍雷達站，它不大摇大擺飛在10000米高空晃悠，而是利用一種叫地形匹配的黑科技，貼着樹梢飛，沿着丘陵跑，像刺客一樣在黑夜中深入對手腹地。俄軍的遠程雷達对這種超低空目標幾乎是睜眼瞎，加上這鳥採用的是衛星導航和抗干擾慣導系統的組合，哪怕俄軍開啟了全方位的電子屏障，它依然能靠着內部的預設地圖死死咬住目標。如果你以為烏克蘭只是單純的扔導彈，那你就太小看他們了。在切伯克薩雷那一晚，烏軍玩的是一種跨代戰術，導彈負責斬首，無人機負責當肉盾。俄軍聲稱那一晚攔截了大量的無人機，聽起來戰果輝煌，对吧？但實際上這些無人機大多是廉價的誘餌，他們飛在前面，故意在雷達上暴露自己，就像一群瘋狂敲鑼打鼓的雜牌軍，把俄軍防空導彈的庫存和雷達功率全耗乾了。就在俄軍防空兵忙着裝填彈藥、雷達關机冷卻的縫隙裡，火烈鳥巡航導彈像幽靈一樣悄無聲息地穿過缺口，完成了最後致命的絕殺。導彈和無人機的混合作戰，再加上國產的威瑞斯2電子戰系統，在攻擊時釋放出大量虛假信號，在俄軍防空兵的屏幕上看到的可能不是一個火球，而是成百上千個雪花點在亂飛。這種從偷襲到強殺的轉變，讓俄軍的防空網變成了破洞百出的漁網。不過也有人質疑，畢竟火烈鳥早在2025年便誕生了，不少俄粉認為以烏克蘭當時的處境造不出來這樣的硬家伙，所以這一定是北約的秘密代打吧。但結果卻是火烈鳥的主研單位是烏克蘭的 Firepoint。 這種感覺就像你以為跟你面對面交談的人是一個在廢墟裡擺攤的攤主，結果對方卻突然拿出一台光刻機，並告訴你是自研的，太割裂了。然而這正是烏克蘭軍工恐怖的地方。回到剛剛那個問題，烏克蘭是怎麼在廢墟之上成長出如此驚人的遠程打擊能力的？答案就在於地下。為了躲避俄軍的轟炸，烏克蘭國防部之前幹了一件極其硬核的事，他們將最關鍵的導彈生產線和無人機組裝廠全都搬進了地下。有的是利用上世紀深埋地下的礦井，有的是在廢棄的地鐵站裡擴建。
這些的工廠不是以前那種幾萬人的大車間，而是分布式的小作坊。這個地穴造发动機，那個防空洞和電路板，最後在一個絕密的地下室進行總裝，就算真的被發現，也不會被一窩端。烏克蘭政府給這些地穴軍工批了超過3000萬美元，雖然錢不算多，但勝在效率極高，而且他們採用大量民用的現成技術，通過開源的數字化控制系統，把原本複雜的導彈制造變得像組裝樂高一樣快捷。這種生產模式，俄軍的巡航導彈根本炸不着。你總不能把整個烏克蘭的地皮全翻一遍吧？俄羅斯以前防不住，經歷過長時間消耗戰的現在照樣防不住。毫不誇張地說，烏克蘭這樣的遠程打擊能力，某種程度上已經改寫了戰局邏輯。3次遠程打擊，3次都成功，這已經說明了俄羅斯企圖在戰略縱深上做文章的計劃徹底失效。俄羅斯歷史上之所以難打，就是因為它大，敵人打進來它就往後退，退到烏拉爾山，退到伏爾加河，但現在這一招不靈了。烏克蘭的打擊半徑已經覆蓋了俄羅斯1/4的領土。從2026年初到現在，俄羅斯因這種纵深打擊造成的經濟損失已經超過了70億美元。當煉油廠被炸，研究所起火，當因為導彈威脅連2000公里外的漢特曼西自治區都拉響警報時，俄羅斯人發現全境已無絕對安全區。普京也明白了問題的嚴重性，在針對近期這一系列襲擊的回應中，他們罕見地表現出了對後果的擔憂，這在以前是極其少見的。這就好比你一直覺得對方是在撓癢癢，結果對方突然一拳打在你腰眼上，你不僅疼，你還得承認這一拳真挺重。总的來說，從當年送廢鐵被嘲笑，到如今跨越千里摳下對手的眼珠子，烏克蘭完成了一場現實版的廢土進化。火烈鳥帶給俄羅斯的不只是1噸多的炸藥，更是戰略縱深徹底歸零的絕望。當絕對安全區成了歷史名詞，當2000公里外的工廠也開始在深夜站立，這場戰爭的底層邏輯已經變了。在這個長了翅膀的死神面前，躲得遠不再是免死金牌。烏克蘭軍工這把從地穴裡鍛造出的利劍，已經懸在了對手每一個坐標之上。好了，今天的深度拆解就到這裡。你覺得烏克蘭的大長手下一次會出現在俄羅斯的哪個坐標？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硬核吐槽或見解，咱們下期見。